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转眼间，2024年已经过半，夏天通常是新品的淡季，不过苹果已经在为9月开始的秋季大爆发做准备了。如今，苹果秋季发布会的预热已在路上，关于 iPhone 16和 Apple Watch 更新的消息更是满天飞。无论是新的 A18 芯片还是更加智能的 Siri， 苹果新品的亮相总能道足胃口。话不多说，和 Jeffrey 一起来看看今年秋天苹果都有哪些新品要和我们见面吧。作为旗舰机型 ，iPhone 16 Pro 和 Pro Max 将带来一系列重大升级，亮点包括更大的显示屏 ，Pro 型号为 6.3 英寸 ，Pro Max 为 6.9 英寸，比去年的 6.1 和 6.7 英寸有所提升。新增实体按键，用于控制相机功能。相机升级，包括更好的超广角镜头、改进的低光性能和5倍光学变焦，搭载 A18 芯片，得益于其强大的神经引擎，为 AI 功能提供支持。与 Pro 版本不同 ，iPhone 16和16 Plus 将保持与去年相同的显示屏尺寸，不过它们可能会配备与 Pro 和 Pro Max 相同的 A18 芯片，或者推出2种新芯片，低端型号的 A18 和高配版的 A18 Pro。所有16系列机型预计都将配备用于相机功能的硬件按钮，即所谓的实体快门。此外，标准版的16和16 Plus 还将迎来相机改进和新颜色可选 ，iOS 18的 AI 功能将成为主要卖点。苹果计划推出2个不同档次的 AirPods 4型号，提供更实惠的选择和更高端的选项。这2款 AirPods 4都将配备 USB-C 充电盒和更新的耳机柄设计，介于 AirPods Pro 和 AirPods 3之间。降噪功能和查找功能预计将仅限于高端型号。AirPods Max 也将迎来更新，充电接口将从 Lightning 切换为 USB-C， 并可能获得 AirPods Pro 2的一些独有功能下放，如自适应音频、对话感知和个性化空间音频。Apple Watch Series 10将带来大尺寸的升级，2款标准尺寸都有所增加，小尺寸版本将接近现有的大尺寸版本，而大尺寸版本将接近 Ultra 的屏幕尺寸。设备外壳也将变得更薄，并搭载更强大的芯片，为未来的 Apple Intelligence 奠定基础。健康传感器方面，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检测功能也是可能的，但不大。Apple Watch Ultra 自2022年推出以来，每年都有更新。关于今年的 Apple Watch Ultra 3，目前所知不多，它至少会具备 Series 10型号的所有新功能，包括更快的芯片和可能的新健康传感器。如果推出太空黑钛金属选项，那绝对是个大卖点。iPad Pro 独享 M4 芯片的 Moment 即将结束。今年秋天，苹果预计将推出搭载 M4 Pro 和 M4 Max 的新款 MacBook Pro 机型。虽然不会有大改的外观设计，但 M4 芯片将是今年的亮点。Mac Mini 和 iMac 预计将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发布，搭载 M4 芯片。据猜测，2024年我们将看到新款 Mac Mini 与新款 M4 MacBook Pro 一同亮相，而 iMac 将在2025年初与新款 MacBook Air 一起更新。iPad Mini 自2021年以来一直没有更新，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会有新款了。期待看到升级后的显示屏，消除果冻效应问题，并搭载更新的芯片。或许 iPad Mini 还会采用 M 系列芯片，以兼容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为了完成更新整个 iPad 产品线的任务，苹果还将推出一款新的基础型号 iPad。关于这款新设备的信息不多，但预计会搭载更新的、更强大的芯片，可能还会有一些 Apple Pencil 的增强功能，但不会有重大的硬件设计变化。除此之外，概率不大，但可能出现的还有 Apple TV 4K 和新版 HomePod。关于苹果正在研发的新家庭设备，一直有断断续续的传闻，有今年发布的可能性。其中一个是搭载更好芯片的新版 Apple TV 4K， 另一个是顶部带有显示屏的 HomePod。不知道大家用 HomePod 音箱的多不多？自从2017年发布以来，迭代了2代 HomePod 以及 Mini， 算是稳健更新的产品，但是整体销量还是没有达到苹果预期。虽然苹果 HomePod 这个品类不温不火，但是苹果并没有放弃这个产品线。近日有爆料称，下一代 HomePod 3将会迎来全新尺寸与设计，听起来还挺带劲的。趁这个机会，不妨也来了解一下。
从外观说起，大家熟悉的苹果分析师郭明基曾在去年3月分析指出，苹果准备推出一款带有7寸显示器的新 HomePod 机型，该款设备将由天马成为独家供应商。直至去年10月，苹果原型机收藏家 Kosu Tommy 为我们分享了 HomePod 内部开发零件的图片，印证了郭老师的爆料。据他所说，这些部件是用于制造触摸 LCD 显示器的 HomePod 面板框架，其外观设计与第2代 HomePod 几乎如出一辙。随后也得到了其他消息来源的证实，进一步确认了这些零部件的真实性。这些内部代号为 B720 的零组件，为我们揭示了苹果在 HomePod 显示技术方面的研发秘密。同时，在 Tools 时期的程序代码中明确提到了 Apple Music 和 Podcasts 将成为首批支持 HomePod 显示器的应用程序，意味着在播放音乐或 Podcast 时，显示屏能够呈现出音乐专辑封面，背景颜色将自动生成模糊动画，而且 HomePod 的显示屏还能显示重要的通知信息。既然定位是独立的带屏设备，那么问题来了，用的是什么系统呢？答案是 HomeOS。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事情可以追溯到2021年 WWDC 前，一份苹果的招聘启事提到了 HomeOS， 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 Apple 操作系统。由开发者哈维尔·拉科特发现， Apple Music 中高级 iOS 工程师的 Apple 职位清单中2次明确提到 HomeOS 以及 Apple 的其他操作系统，包括 iOS、watchOS 和 tvOS。当时，苹果将这份招聘的工作清单将 HomeOS 称为移动平台，强调它比 macOS 和 tvOS 等系统来说，更类似于 iOS 和 watchOS。当时就有不少的用户猜测，该操作系统可能只是对苹果当前智能家居软件的重新命名，就像 iPad 的 iOS 被重新命名为 iPadOS， 以及 OS X 被更改为 macOS 一样，或者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谁都没有想到苹果再布一盘大棋，几年后才爆出来，这个操作系统是 HomePod 的。苹果原来一直在下一盘大棋，在智能家居领域的深度布局和前瞻性思考。HomePod 正逐渐从智能音箱转变成一个更加智能、更加人性化的家居助手。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成为一个人性化的助手呢？显然单单打个屏幕是不够的。近日，外媒 MacRumors 从苹果系统后台程序码中发现，准备推出的新 HomePod 可能搭载 A18 处理器，原因是这款彩色触控屏幕的 HomePod 产品也采用17为标识。与前几日 Jeffrey 分享的 iPhone 16全系列配备 A18 芯片机型，代码完全采用相同代码规则一样，那也代表苹果将会替新款 HomePod 引入 A18 芯片。这款新芯片也将会在秋季跟着 iPhone 16一起发布。当然，这也不是外媒乱爆料的。会搭载 A18 处理器的依据是 Apple Intelligence， 不难理解 ，HomePod 是要搭载 Siri 用的。苹果想要 Apple Intelligence 深度集成 ，Siri 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实现了全新的能力，包括更丰富的语言理解、随时向 Siri 键入的能力以及跨应用程序执行操作的能力，这使得与 Siri 的交流更加自然，用户可以获得更加个性化的帮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除了 iPhone 16秋季发布会，你还期待哪款新品的亮相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